在电玩游戏或是影视剧当中呢，常常会看到一些外形类似章鱼、拥有黏哒哒触手的怪物，而且剧情通常会安排他们拥有某些超强大的力量，甚至会威胁到人类的存亡。可是为什么是章鱼？为什么要有触手呢？其实这些角色的原型很可能是出自于克苏鲁神话当中的一个古老神奇。那到底这个克苏鲁神话是怎么样的一个神话？都在讲什么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克苏鲁神话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悬疑恐怖类作品的爱好者，想必对于克苏鲁并不陌生。在当代的科幻恐怖类创作当中，克苏鲁神话占有重要的地位，甚至还会被当成形容词用说某某作品超克苏鲁。而且就算是没有听过克苏鲁神话的人，多半也都听过或看过受他影响的作品。从史蒂芬金到伊藤润二等等的当代恐怖大师，都曾经坦言克苏鲁神话对他们的创作有重大的影响。此外，包含了《神鬼奇航》、《怪奇物语》等等的影视作品，还有《魔兽世界》、《血缘诅咒》、《博德之门3》等等的游戏里面也都有克苏鲁神话的影子。今天这集呢，是我们会员福利议题选时投票选出来的主题，那就要来跟大家聊聊这个所谓的克苏鲁神话到底是怎么来的，都在讲些什么，而为什么会影响到那么多的作品呢？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喜欢户外运动吗？你希望在户外运动的同时，还能够毫无顾忌的用手机记录下你的精彩时刻吗？我想在这些时候，你一定需要 Casetify 的 Ultra 终极防摔手机壳。研究显示，摔到手机时 70% 以上的几率是边角先着地，所以 Ultra 终极防摔手机壳特别使用了4角弹力保护角，再加上 Echo Shock 防震材质来保护手机。有了弹力保护角能够冲散撞击力道，降低伤害，而超酷的 Echo Shock 材质则可以吸收冲击力，而不是反弹冲击力，减少手机掉落后的反复弹跳。那我觉得这个技术真的很强它让手机壳可以承受高达10公尺，也就是3层楼高的耐水高度。就算你想要在抱石的玩攀点自拍，也完全不用担心。无论你是想要彻底的保护手机，或是希望可以在户外活动时也能够带着手机一起同乐 ，Ultra 终极防摔手机壳都可以是你的最佳帮手。而且现在只要点选我们的专属优惠链接，就可以享有85折的优惠，优惠直到10月31哦。严格来说，克苏鲁神话并不是传统定义当中的神话，而是有点像是漫威宇宙那样子，由很多人集体创作出来的架空世界观。在这个世界里面呢，有一群来自外太空的古老邪神，主宰着宇宙万物，只是多数人并不知道他们的存在。而典型的克苏鲁神话故事当中，主角往往会因为某种机缘巧合遇上某个神秘的宗教和各种超自然事件，而开始探索并且认知到这些神秘力量存在。但最后呢，他会因为真相太过恐怖而选择逃避，或是陷入疯狂与不幸。例如1928年的短篇小说《克苏鲁的呼唤》当中，主角就是在整理他叔公的遗物当中，偶然得知了叔公生前呢一直在调查某个邪教，并且发现一连串围绕着这个邪教的诡异故事。那在好奇心的驱使之下呢，主角就开始调查拼凑各种蛛丝马迹，然后发现这个邪教所崇拜的对象克苏鲁是真实存在的。他是一个拥有人身章鱼头的外星生物，过去曾经是地球的统治者，现在沉睡在海底等到重心归位的时候，他就会再度的醒来统治世界。那得知了克苏鲁的存在之后呢，主角除了意识到人类拥有的知识是多么的有限，也察觉到不能够再深入研究，否则他可能会走向疯狂跟绝望。那像这样子的克苏鲁神话作品往往充满了孤独、压抑又绝望的氛围，还有某种不可名状的恐怖。但这个世界观的核心概念，不只是单纯要制造恐怖，而是要探讨人类的渺小与无知。在克苏鲁神话作品当中，那些神呢是超出人类理解的存在，也根本无法用人类的伦理观去定义。所以，与其呢说他们是善是恶，不如说他们对于人类漠不关心。因为对他们来说，人类就如同蝼蚁一样呢渺小，踩死了也没有感觉。换句话说，在这个浩瀚宇宙当中呢，人类只是微不足道的存在，重要性趋近于零，随时可以被毁灭，也不会引起半点波澜。而这种强调人类无比渺小的概念呢，又被称作是宇宙恐怖主义。它直接站在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对立面，所表达的就是人类不只不是宇宙的中心，甚至还毫无意义。因此呢，在人类眼中，再伟大的文明、再重要的伦理法则、再深刻的感情，其实也通通都只是虚无缥缈的存在，只是人类自己不知道这点罢了。
不过在克苏鲁神话当中呢，这种无知对于人类来说反而是一件好事。克苏鲁神话的故事当中呢，古代神奇总是会被描绘为一个巨大的谜团，人类社会对于这些事情几乎一无所知。那当故事当中的主角试图拼凑资讯，逐渐解开这个谜团时，他们的精神状况也会跟着受到影响。而且要是知道的越多，越接近真相，下场往往就会越惨，非死即疯。因为这些古代生物呢，也就是这个宇宙的真相实在是太过恐怖以人类的心智能力无法理解，也承受不起。换句话说，知识是一种禁忌般存在，试图求知就会遭受不幸，所以保持无知反而比较幸福。克苏鲁的呼唤当中呢，就直接写道：我认为世界上面最仁慈的事情，就是人类的思维无法全盘的理解世界。我们活在幽暗无穷的海洋当中，一个名为无知的平静岛屿上，但我们不该远航。而写出这段话的小说作者呢，也是整个克苏鲁神话的开山鼻祖 H.P. Lovecraft。创造出克苏鲁的 Lovecraft 生命经历似乎就跟他的作品一样，充满着黑暗。Lovecraft 1890年在美国出生，在他还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在精神病院过世了。他的母亲从此陷入忧郁，而 Lovecraft 自己似乎也从小就患有各种身心灵疾病。那在父亲过世之后，他跟母亲的家人一起住，外公常常讲自己编的恐怖故事给他听，让他对于文学产生兴趣，尤其是恐怖悬疑类小说。他不仅从小开始读爱伦坡等等当时的恐怖大师著作，也很快的就自己投入创作。而在他正式踏入写作职涯的时候，一战刚好爆发，看着眼前的那个比小说还要残酷的现实世界，让他想要创造出一种全新风格的恐怖故事，不只是恐怖，更让人感到虚无绝望的那种故事。而这种风格奠定了整个克苏鲁神话的基调，后来也被称作是洛氏恐怖，影响了无数的后辈作家。不过其实 Lovecraft 在世时不怎么受到读者的欢迎，靠写小说赚到的钱根本不足以为生，一堆书评呢也批评他的文笔不好。此外他本人还有他的作品当中还有严重的歧视问题，包含了反犹厌女情节等等。有人也猜测这可能跟他失败的婚姻有关，因为他的前妻是一名犹太人。那虽然 Lovecraft 一生不顺遂，婚姻事业都不成功，还有种种争议，但他笔下的那个恐怖世界后来就成为了一个开放的宇宙，被无数人接续创作了下去。前面有说到的克苏鲁神话是由许多人集体创作的产物，而这个集体创作呢，主要又可以分成2个阶段。首先是 Lovecraft 在世的时候呢，当时他有许多的作家笔友，他会鼓励他们在写小说的时候使用自己创造的故事元素，偶尔呢也会反过来把笔友创造的元素放进自己的小说里面。而 Lovecraft 和同时代作家呢一起创造出的世界观，就被认为是第一阶段原始的克苏鲁神话。至于第2阶段呢，则是在 Lovecraft 过世之后，当时他的笔友兼门徒德雷斯将这些世界观设定都分类整理出来，并且自己延伸扩充，包含了克苏鲁神话这个词也是德雷斯所创的。那虽然很多人认为德雷斯自行扩充的部分不符合原始神话的精神，但多半还是认同他对于克苏鲁神话的发展有重要的贡献。因为除了整理扩充世界观设定之外呢，他也将 Lovecraft 散落在各个刊物的作品整理成册，更创立出版社来发行这些作品，让克苏鲁神话能够继续被更多人接触到，并持续的影响启发无数的创作者。而这些创作者也反过来用自己的故事丰富这个宇宙，并且把原本默默无名的 Lovecraft 和他开创的这个世界带入了大众的视野。在文学领域呢，有非常多的知名作家都坦言受到 Lovecraft 的影响。当代最有名的恐怖小说家之一史蒂芬金甚至说过，所有在 Lovecraft 之后写出来的恐怖小说都有受到他的影响。史蒂芬金自己呢也创作了一些很克苏鲁的小说，比如《迷雾惊魂》里面呢不仅有宗教狂热、异世界触手怪物等等的设定，整篇故事的调性也充满了绝望感。透过这些文学作品和《战慄黑洞》这类明显借鉴克苏鲁神话的影视剧，克苏鲁神话也逐渐的吸引了更广大的观众，但让克苏鲁打入主流的关键还有游戏。以 Lovecraft 同名小说命名的桌游《克苏鲁的呼唤》，从1981年推出第1版以来就大受欢迎，至今已经发行了7个版本。这款游戏呢，直接以克苏鲁神话为背景，让玩家进行角色扮演，经历那些疯狂而黑暗的探秘旅程。而游戏创作团队呢所分类整理出来的克苏鲁
神话体系，据说呢也成为了现在流传最广版本。另外，他们也把洛氏恐怖特色应用到了游戏设定当中，比如为了呈现角色走向疯狂的状况，就把精神状态量化，让玩家在遭遇到恐怖事件之后会丧失一些理智值，就是现在电玩当中也很常见的散值。那随着克苏鲁神话越来越红哦，这个宇宙呢也开始往更多不同的方向混搭扩展，或者说呢它已经变成一种创作元素，从叙事的特色、故事场景到角色外表等等，都会被拿去应用到各式各样的作品当中。直到现在，许多的电玩游戏啊，跟影视作品当中，也都能够看到克苏鲁元素的身影。有的作品呢，还保有原始神话当中洛氏恐怖的特色，像是今年推出的单人冒险游戏《鱼反暗涌》呢，虽然表面上面看起来是钓鱼游戏，但剧情跟游戏机制都非常的克苏鲁。玩家扮演着一名渔夫，在阴错阳差下去呢，到一个神秘的群岛，挖掘藏在深海里面的秘密。而在游玩的过程当中，海中的未知力量也会影响玩家的精神状态。官方简介呢更暗示，玩家最终会明白为什么有些事情还是忘掉为妙。不过也有很多的创作呢，只是单纯致敬或参考的部分元素。最常被用的就是克苏鲁那人称章鱼头的形象，比如电影《神鬼奇航》里面的深海阎王，或者是最近很热门的游戏当中《博德之门3》当中的灵犀怪。当然以上两个角色呢，多少都还是保留了恐怖的成分，但有些作品呢是彻彻底底脱离原作，把这些古老的神奇呢改得一点都不恐怖，甚至还很萌。比如日本轻小说后来也拍成动画的《袭来美少女邪神》，就把克苏鲁神话当中热衷于让人类陷入恐怖与绝望，把玩弄人类当消遣的奈亚拉托提普改成了淘气傲娇的萌妹子当女主角，上演了一段爱情喜剧。还有呢，像克苏鲁呼唤等等 Lovecraft 著作，也有被改编成儿童书，甚至还有厂商推出了给小孩玩的 Q 版克苏鲁绒毛玩具。老实说，今天这个主题还真的不太好做，因为克苏鲁宇宙呢真的是有够博大精深。明明克苏鲁神话完全不像古希腊罗马神话一样是流传了好几千年的传说故事，而是一个有明确起点的近代产物，但是它还是超广泛的，拥有超多不同的版本跟定义。那我们觉得这样子的克苏鲁神话呢，其实就某种程度来说，或许真的有机会像那些从古流传至今的传说一样，成为一种流传很久的神话，因为它们都拥有很大的可塑性，开放给任何人用自己的方式去诠释，去开拓各种新的可能。那么觉得或许正是因为它可以不断的被混合再造，所以克苏鲁神话或许就跟那些真神话一样，得以在不同的时代当中持续的被诉说下去吧。但话说回来，也是因为克苏鲁宇宙非常非常的大，所以我们今天呢只是比较概略的整理，还有很多的特色、发展经过跟相关的学说没有介绍到。那如果有这领域的高手，也欢迎在底下帮我们留言补充哦。好的，那最后就想来问大家，你喜欢克苏鲁神话作品吗？超爱喜欢恐怖悬疑类作品的人，应该没有人不爱克苏鲁神话吧？还好没有特别喜欢或讨厌这个类别，应该还是看个别作品的本身吧。所以不喜欢也不想看，我会怕。滴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放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克苏鲁神话。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为什么有人喜欢看恐怖片以及 Cyberpunk 的讨论。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就明晚再见喽。